一股猩红的毒气自地底裂隙中喷涌而出，宛若恶龙般蜿蜒蔓延，所过之处万物凋零，生机尽失。大家小心，这大地之下的毒气可不是普通的寻常毒气。牧尘立马感受到了这毒气的可怕，出声喊道。而萧炎眼中寒光一闪，双手快速结印，急忙催动体内神火，神火在掌心熊熊燃起，化作一道道护罩，将神元宫的众人紧密包裹其中。神火如烈阳，抵御着四周蔓延的恐怖毒气。而现在的目光这时紧紧锁定在虚空中的魂梦王身上。这股毒气错不了就是他了。魂梦王站在虚空之中，目光如炬，他的身躯在恐怖的毒气面前轻微颤抖，那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源自内心深处对毒喜的渴望。旋即他口中喃喃念出：噬梦引灵，毒喜现身。声音虽轻，却如同携带着无尽的力量，回荡在这片濒临毁灭的大地之上。随着魂梦王话语的落下，噬梦引灵阵的力量彻底的爆发，散发着耀眼的血光，一股强烈的能量光束不停地穿透大地之下，周围的空间扭曲，大地似乎感受到了这股阵法的力量冲击，开始不规则的剧烈震动，裂缝迅速的被扩大，无数尘埃冲天起，如同被惊醒的巨兽，愤怒地咆哮着。轰隆！就在此时，大地突然一声巨响，猛然塌陷，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魂梦王望向那片黑洞的深渊，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。血光乍现，仿若裂空之刃，从地底深处激射而出，划破了虚空。那道血色之光带着一股摄人心魄的恐怖，如同一只觉醒的远古凶兽。众人目瞪口呆，见证着不可思议的一幕。一道立体轮廓之物在血光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是古老传说中的邪恶宝物，既神秘又令人畏惧。随着血光的消散，那股令人窒息的毒气开始弥漫开来。在场的众人纷纷掩鼻躲避，却无一人敢轻举妄动。那道立体轮廓之物缓缓显露其真容，那是一道镶嵌着诡异图案的印章，血黑色的表面上似乎有无数细小的蛇蝎在蠢蠢欲动，而恐怖的毒气就是从这些蛇蝎身上释放出来。魂梦王脸上的表情瞬间狂喜，因为毒喜是他梦寐以求的宝物，终于落入了他的手中，他自然高声的大喊，激动起来：毒喜，我终于要得到你了！他双手快速结印，一道道玄奥的符文在他周身缭绕，随着噬梦引灵阵法全部力量的倾注，原本血洗肆意扩散的毒气都受到了压制，表面的那些蛇蝎也逐渐收敛至毒喜之中，变得隐蔽。众人只觉得一股刺鼻的毒气悄然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机不可闻的悠悠气息。毒喜缓缓地落在魂梦王的手中，他轻抚着毒喜上面的印章，眼中满是得意之色。因为这个毒喜不仅拥有着无比恐怖的毒源，同时在蛊毒神族之中也是立足的不二之宝，今后这毒喜将会给他带来无尽的权势与力量。魂梦王大人，恭喜夺得毒喜，有了这个毒喜，今后我们噬梦一族在蛊毒王族的眼中也不再是他们所弃的毒族。这时其他噬梦一族的强者纷纷高喊，个个脸上都带着无比高涨的自信，而这种自信就是从他们得到毒喜开始的。萧炎、沐尘、盘龙等人看见噬梦一族如此前后一大转变，他们的内心中也明白了那个毒喜对于他们的重要性。毒喜在手，当为毒皇。魂梦王轻声呢喃一声，紧握着血色毒喜，脸上满是满足的微笑。他知道有了这个毒喜，他将无人可挡，那些曾经轻视他的敌人，看不起噬梦一族，他都要让他们百倍奉还。魂梦王，既然你已经得到了血喜，那么你也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交易，不然你知道后果。萧炎的声音如同一把利剑，将魂梦王从对血喜的兴奋中唤醒。他的目光从毒喜上收回，将毒喜收进自己的纳戒之中，然后他缓缓对着萧炎拱手，动作中透露出一种王者的风范。你放心，现在毒喜我已经得到手，现在立马离开神藏，启程回蛊毒神族，帮你解决你的问题。话音刚落，魂梦王和身后数位噬梦一族强者周围的空间如同水面般泛起涟漪，下一秒就融入空间中，消失不见。一开始噬梦一族的目的就是毒喜，如今他们得到毒喜，便在无心留恋这个充满了神秘与危险的神藏之地。即便是这里蕴藏的无尽宝物和所谓的机遇，也无法动摇他们离去的决心，毕竟他们所修的是毒道。即便这里有着诸多外界都没有的机缘和宝物，但适合毒道的机缘怕也是少见。当然有也是有，不过魂梦王已经答应萧炎回去先解决恶难一族的危机。盘龙站在一旁，眼神复杂的看着魂梦王他们消失的方向，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不确定，沉吟道：萧炎兄弟，你真的相信这些是梦一族的人吗？盘龙的疑问并非无的放矢，与噬梦一族之间利益交织，信任从来都是最脆弱的纽带。萧炎微微一笑，目光如炬，直视着盘龙，他的声音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：信或不信，都是我目前自己的选择，
小医仙现在处于危机，我又不能离开神藏，因为神藏中有我登临造化之境的神物，而我现在只能与噬梦一族达成这交易。我也已经在魂梦王的体内种下我的诛心火莲，一旦对方有什么坏心思，那么诛心火莲就会爆炸，届时他即便不死也得重创，甚至还会再次永坠诛心。萧炎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高大，就像是一个守护者，守护着世界，守护着身边每一个重要之人。他知道这个世界无论是人心还是力量，都需要最为谨慎的对待。有时候信任本身就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勇气，一种对未来的期许。而他萧炎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自然做了那么久，有着一定的把握。在解决了噬梦一族的事情后，萧炎、沐尘盘龙以及神元宫的一众人继续踏入了未知的深处。他们的脚步在竞技中回响，仿佛每一步都踏在心头，沉重而有力。当他们一众人来到深处时，却是发现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洞口。待得他们靠近这巨洞边缘时，一股莫名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洞口犹如深渊的巨口，黑暗且深不见底。如果仔细一看，洞口如同一只张开的巨口，阴冷而神秘，它的内部深邃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。一股不属于这里的能量波动自洞口深处中升腾而起，它强大到令洞口边缘的空间都产生了微妙的扭曲，并且发出轻微的滋滋作响。萧炎、沐尘盘龙以及夭夭小龙等人彼此对视一眼，体内的神力开始悄然地运转起来。在这巨洞的深处，有着两道磅礴的神之力量正在与另一股并非神之力量的力量在交战。仅仅目光一瞥之下，萧炎、沐尘盘龙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另类力量。不是神之力量，那是什么力量？这时于涵忍不住地开口道，因为在他的认知中，当迈入成神之路的那一刻，一切神奇强者都应该拥有神之力量。可刚刚听他们所说，似乎这下面还存在着另类力量的强者。走吧，我们看看在这巨洞之下，那不是神之力量的力量是什么。萧炎的话语中透露着坚定，他的目光如炬，似乎能洞穿这无尽的黑暗。众人没有丝毫犹豫，纷纷运转自己的神之力量，化作一道道璀璨的光芒，冲入了这个巨洞中。洞内的空气凝重而古老，似乎每一口呼吸都在与时间对抗。随着他们的深入，洞中的能量波动越发明显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巨洞的底部，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。因为在这个巨洞的底部，并非是暗淡无光，而是出现了奇异的光芒。这光芒将这巨洞深处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，但这里的光芒并非存在所谓的光源体散发出来的，而是仿若自虚空而生，又似乎源自这巨洞那些深不见底的裂缝，其源头难解，如同天地初开时的混沌。轰轰轰！磅礴浩瀚的神之力量在巨洞底部的空间中凝结，形成扭曲的波动，恐怖的能量激烈冲击着洞壁，石屑飞溅，回声在深渊中回荡。在这光芒的映照下，两道身影显得尤为醒目，他们站立于洞底中央，身姿挺拔，气势如虹。他们的动作犀利而有力，每一次交手都伴随着金铁交鸣之声。与他们对峙的是一位身披金银袍的男子，他的身影在光与影之间飘忽不定，仿佛既实又虚。金银袍男子手中的长剑舞动出片片剑光，那些剑光在光明中绽放，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。他的气势之中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，每一次挥剑都带着玄妙神秘的力量，即便是神之力量在其面前都无法对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。两方的交战异常激烈，身在这巨洞底部的深处，可以隐约看到光明之中展开的战斗痕迹。神之力量在那两人的周身凝聚，形成了一幕幕壮观的力量景象，宛如神明下凡，撕裂了洞穴内的空间。战斗中，两道身影似乎在磅礴神之力量的碰撞中，似是在寻找着对方的弱点，每一次接触都充满了试探与决断。而金银袍男子的攻击则如同一道复杂的迷宫，每一次攻击都带给人不同的错觉与迷惑。他的气势在玄妙之中流转，如同一曲无声的华章，引人入胜，却又难以捉摸。随着战斗的继续，巨洞底部的光明似乎变得更加明亮，每一缕光线都在诉说着这场战斗的非凡。而在光明与阴影的交错中，两道身影和金银袍男子之间的对决正渐渐走向高潮。